欧洲再武装将投入万亿欧元。欧盟禁止美国武器在欧洲销售。特朗普计划简化武器出口。俄罗斯重组军队，组建6个摩托化步兵师。战场方向，乌军将在恰索菲亚尔发起新攻势。俄军2艘登陆艇被炸。图2 M3再次坠毁，俄空天军这是怎么了？精彩内容马上开始。4月2日至3日，欧盟在华沙举行非正式峰会，会议议程包括2个部分。第一部分议论欧盟队伍援助，第二部分讨论欧洲防务白皮书。在第一部分中，欧洲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提出增加队伍军援，到2025年年底满足乌克兰武装部队200万发大口径炮弹的需求，价值50亿欧元。这个消息其实在3月份就已经出现了。如果欧盟将弹药生产拉到极限，并全部援助给乌克兰，的确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在2024年，欧盟委员会就宣布，欧盟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每年100万枚，计划在2024年年底将年产能提高到170万枚。虽然也有消息称产能有些夸张，但即使弹药产能不够，欧盟也可以选择外购弹药再援助给乌克兰。就火力军而言，此举可以解决乌军前线弹药缺少的问题，当然前提是这个计划可以实施。第二部分讨论的则是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以便在6月份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之前制定出具体的行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重新武装的主要方式就是融资。4月2日，有媒体报道，英国提议欧洲国家建立一个联合中心，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万亿欧元。该联合中心不仅负责采购装备，还用于训练、武装，确保欧洲安全。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小北约，还是把美国排除的那种。随着欧盟在武装，欧洲老牌军工企业也逐渐复苏。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欧盟正在推动本地化生产，将美国军火企业排除在防务开支之外。路透社4月2日报道，美国反对欧盟限制美国武器在欧洲销售的计划。同一天，也有消息称，特朗普计划签署行政命令简化美国武器出口，不过这或许已经为时已晚。当然，现在的欧洲在武装计划也有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需求不同。在资金投入方面，部分东欧国家主张抗俄优先，法德则倾向于投资高端技术。在武器方面，各国军购清单上的采购偏好也不同，未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乌俄战场之上，俄罗斯传来重磅消息，顿巴斯部队又将重组。4月2日，来自乌克兰的消息称，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正在重组第51合成集团军和第3合成集团军，计划将这2支部队的摩托化步兵旅重组为摩托化步兵师，预计每个集团军下方各有3个摩托化步兵师。就当前的纸面实力来看，俄军第51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各自下辖6个摩托化步兵旅。一般情况下，如果改成3个摩托化步兵师，每个师大概由2个突击团、2个增援团、1个炮兵团以及10级后勤支援部队组成。虽然名字前缀是摩托化，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纯步兵突击团和营。至于坦克团，火力军觉得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在损失上万辆装甲车之后，俄军坦克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无论第51集团军还是第3集团军的重组师，都不可能每个师配备一个坦克团，大概率仅限于一个单独的坦克营，或者隶属于团的常规坦克营。像战斗工兵、防空导弹部队以及其他团级编队也是如此。最大的可能是，这些军种会以独立团或者独立营的形式直接隶属于集团军。目前，俄军第51集团军的部队在托列茨克、红军村以及库拉霍夫方向行动，第3集团军的部队则在西维尔斯克、恰索菲亚尔以及别尔哥罗德行动，几乎都是战线重点。加上俄军急于在前线取得突破，优化部队也是正常操作。不过就战力来看，俄罗斯重组这2支部队不大可能显著增加战力或者人数，目的只是改进指挥和控制系统，从而更好地应对前线战况。战场方向，乌军或将在恰索菲亚尔发起新的攻势，并在黑海方向击中2艘俄军登陆艇。库尔斯克方向，乌俄双方似乎按下了暂停键，前线基本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也有消息称俄军正在准备新攻势，以收复剩余领土，但是在苏梅、别尔哥罗德激战的当下，俄军大概率没有能力继续反攻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方向，为了避免乌军继续进攻波波夫卡，俄军想要炸毁波波夫卡附近的克罗钦斯科耶大坝，扰乱乌军的后勤，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就跟我们之前聊的那样，属于俄空天军滑翔炸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哈尔科夫方向当前的进攻强度并不是很高，在过去2周内，作为恢复进攻的一部分，俄军一直在执行侦察任务。莱曼方向，俄军加快了在卢甘斯克的攻击节奏，大规模步兵攻势成为俄军的常态。在最近一段时间，俄军主要将新兵派往前线，引诱乌军暴露射击位置，从而使那些有经验的精锐士兵更好地攻击乌军阵地。不过，与之前在库尔斯克行动的朝鲜士兵不同，卢甘斯克的俄军士兵在发起进攻时还有火炮、无人机的支援。最后，则是集结10至15名士兵，组成更大的突击队进行攻击。就像上期视频说的那样，俄军的目的就是通过包围莱曼的侧翼，以夺取莱曼，从而向奥斯基尔河移动，并将莱曼作为一个后勤节点，保障后续的攻势。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或许将发起新的反攻。在3月底的时候，乌军第24机械化旅在发起进攻期间，战斗车辆上首次出现新战术标记，也就是方形内3个向上的箭头。基于这种情况，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给出了2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霍尔蒂察的变革，第二个解释就是乌军准备在恰索菲亚尔发起新的反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明显第二个可能性更高，这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依据。这种情况与乌军在2024年进攻库尔斯克时类似，当时乌军的标志是一个3角形。此外，根据俄罗斯记者的报道，乌军正在从斯拉维扬斯克向恰索菲亚尔转移装甲车，斯图波奇基和恰西菲亚尔地区，乌军使用装甲车辆的频率也逐渐变高，包括那些带有新战术标记的车辆，并频繁使用无人机打击俄军的侦察与通信设施，这都是发起大规模反攻的征兆。红军村方向，俄军已经开始在攻势中使用坦克与步兵战车，但大多是苏联时期的老装备，在不断加大攻势而装备跟不上的情况下，俄军的伤亡进一步增加。自2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在红军村的损失增加了2倍。赫尔松方向，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乌军正在使用船只在安东诺夫大桥附近穿越第聂伯河，从而在左岸登陆。另一边，俄军第61海军步兵旅的无人机操作员袭击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军，赫尔松或许也将出现新的攻势。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显示，乌军无人机击中俄军一个道尔 M2 防空系统，以及2艘在海上作业的 BK-16型登陆艇。考虑到无人机的爆发威力，大概不能击沉这2艘登陆艇，但乌军无人机击中的地方为上层建筑区，效果与击沉差不了多少。在3月底，乌俄已经同意黑海停火，不过这次袭击并不会违背这个协议。黑海停火协议仅适用于民用航运和乌克兰港口，不适用于俄罗斯军舰。其次，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最近发生的，而是1月份发生的。战场之上，乌军第63独立机械旅成功击落俄罗斯信天翁 M5 侦察机，这是乌军首次击落该无人机，既可以自动检测目标、选择和跟踪，还具备夜视功能。只是尽管功能先进，信天翁 M5 还是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就像乌军第63旅说的那样，任何水平的技术都无法保护俄罗斯无人机免受乌克兰守军的攻击。战场之外，在休息1天之后，俄军再次向乌克兰本土发动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俄军在4月2日向乌本土发射了74架见证者与其他型号的无人机，其中乌军摧毁了其中41架，并通过电子战成功干扰20架俄军无人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在无人机空袭之后，俄军还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民用基础设施。事实证明，是俄罗斯一直不遵守协议，等待他的就是乌军下一轮打击。图 22M3 坠毁，俄空天军这是怎么了？4月2日，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俄军一架图 2M3 在伊尔库茨克地区进行例行飞行时坠毁，4名机组人员跳伞逃生，其中1人死亡。也有消息称，图 2M3 在坠毁时撞击了电线，导致当地210栋房屋和3个公共设施断电。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图 2M3 的坠毁与乌军无关，目前重点排查机械系统缺陷或维护疏漏。飞机坠毁地点位于俄罗斯中部，乌军不太可能打得到，除非是特工在图 2M3 起飞前给轰炸机加了点料。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可能为机械故障，该机型服役已超过30年，老化问题的确会增加故障风险。图 2M3 虽然已经很老旧了，但依旧是俄罗斯主力战略轰炸机。乌俄战争爆发后，经常用来发射 Kh-22和 Kh-23，用于袭击乌克兰本土基础设施，
也多次使用图 2M3 深入乌克兰境内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包括后勤枢纽、电力基础设施和防空系统。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多起飞机损失事件。在2024年8月15日，又一架图 2M3 在伊尔库斯克州坠毁，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任务，都是在进行力飞时损毁。按照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说法，原因不是技术故障，就是机械故障。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图 2M3 频繁坠毁背后的原因以及影响？当然，机体老旧肯定是最大的问题。图 2M3 是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已经服役了数十年，机体非常老旧，技术状态很差。而空天军现有的图 2M3 中，仅有少数几架具备完整作战能力，大多数都因为老化而无法正常使用。加上后勤维护方面的问题，发生坠毁事件稀松平常，几乎每年都要掉一架。统计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俄军每年至少损失1到2架图 2M3，仅2024年就发生2起坠毁事故，事故率远超同期印度空军。俄空天军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图 2M3 升级为图 22M3M， 只是因为乌俄战争，量产计划已从原定的2023年无限期推迟。虽然俄罗斯当前的军工企业已经处于战时状态，但那大多是坦克、火炮方面。尽管克里姆林宫宣称乌俄战争没有影响装备更新，但前线持续消耗与后方事故频发的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装备的更新进度。如果再持续一段时间，恐怕图 2M3M 量产没多久，性能就已经落后了。继北约成员国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表态将退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之后，芬兰政府4月1日也表示计划退出渥太华公约。其总理欧尔波表示，芬兰目前没有面临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但俄罗斯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构成长期威胁。退出渥太华公约之后，芬兰将有机会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此外，欧尔波指出，芬兰政府将额外拨款30亿欧元用于国防，并将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从2024年的 2.41% 逐渐成长至2029年的目标 3%， 以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据防务博客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新编的第8陆射反舰导弹联队已于3月30日在九州大分县正式驻军。据悉，该联队编制约为300人，配备12式岸置反舰导弹系统。随着该联队的成立，日本也完成了短期国防建设之中全部7个联队的部署。NHK 报道称，日本副防卫大臣本田太郎与防卫省政务官小林一大3月30日亲赴陆上自卫队位于大分县的汤布院驻屯地，为新成军的第8陆射反舰导弹联队主持授旗仪式。本田太郎在致辞时，除勉励该单位的所属自卫队员外，也强调离岛防卫任务对日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期许陆上自卫队能持续增强战力，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与潜在威胁。此外，报道还指出，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规划，这支生力军预计自下一财年起将部署射程将近10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增程改良型，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充分发挥其反击能力，摧毁包括敌方基地在内的重要目标。同时，日本自卫队官员不仅考虑将增程型导弹部署到导弹联队，还考虑将其部署到教育训练部队。据悉，这12式反舰导弹增程改良型原定2026年投入使用，但受外部影响，目前已决定加速部署时程，以提升西南群岛的防御战力。俄乌战争对欧洲的影响正在持续加剧，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综合路透社和沙尼亚亚电台的报道，爱沙尼亚即将在议会推动立法，剥夺非欧盟裔人口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翻译一下，就是想去除当地俄裔人口的投票权。更为关键的是，该政策或许还会延伸至整个波罗的海国家。4月1日，即将卸任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突然出现在基辅，进行未经事先通知的访问。这可能是贝尔伯克在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基辅，也是他第12次访问乌克兰。贝尔伯克在抵达后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3亿欧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贝尔伯克表示，欧洲将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他。此外，贝尔伯克还计划与乌克兰相关人士会面，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上任的梅尔茨政府还有大手笔援乌计划，其中包括提供金牛座导弹，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欧盟等。
另外，在布恰解放3周年之际，来自17个欧洲国家及欧盟的议会领导人代表团3月31日抵达基辅，开启对乌克兰的声援访问。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斯特瓦丘克通过社交媒体感动宣布，此次访问是团结与信任的重要象征。斯特瓦丘克还强调，每一位到访的议员都在传递重要信号，乌克兰并不孤单。而且，G7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近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重点讨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路径。此次会议由加拿大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德鲁安主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耶尔马克作为乌方代表参会。根据会后声明，G7安全顾问们达成3点共识：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所有占领区，并停止对平民目标的袭击；其2，推动建立包含北约成员国在内的多国部队联合巡逻机制；其3，协调对乌军事援助的优先性排序，重点保障防空系统和电子战装备供给。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乌军3月20日成功袭击了俄罗斯恩格斯2空军基地，摧毁了包括96枚巡航导弹在内的大量武器弹药和油料。而在这次袭击后不久，就有消息称，乌军袭击引发的讯爆很可能波及到了专门放置核武器的专用弹药库。袭击发生后，俄军出动了核辐射监测车，并有消息称，当地的辐射水平增加了44倍，所有人员都被禁止进入萨拉托夫和周边地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耶尔马克3月31日宣布，乌克兰在非洲新增8个外交机构，目前在非外交代表处总数从10个增加至18个。这一战略调整标志着基辅正加速构建亲乌克兰的非洲外交网络，以对冲俄罗斯在该大陆持续扩大的影响力。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披露，总统泽连斯基已下达明确指令，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等多维度强化乌克兰在非存在。在新武器方面，美军新型悍马车亮相，可用于反无人机。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美国军用商 AM General 展示了其新型悍马，也就是捍卫 4CT， 配备 MARS 保护系统，整合哥尼斯堡公司的 Protector SR 遥控武器站，加上 Axon 公司的反无人机系统，大幅提高车辆机动时的防御能力，可以承担指挥控制、武装巡逻和后勤运输等任务，并可选配2栖射水套件、射手防护套件等外挂装备，满足不同作战的需求。只是悍马已经落幕，它不适合前线作战，只能承担国土防御、后勤支援等危险性较小的任务。AM General 即使推出可以反无人机的改进型，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3月28日，苏丹武装部队表示，已经控制首都喀什木以南的贝杰勒阿乌利亚水库及其周边地区，并继续向西追击从喀土穆撤离的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根据地理位置显示，杰贝勒阿乌利亚水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地处喀土穆州、白尼罗河州和杰吉拉州交界地区。苏丹武装部队表示，横跨该水库的大桥是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撤离喀什木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而在苏丹武装部队收复该地区后，喀土穆州、白尼罗河州和杰吉拉州3州已不再存在成建制的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力量。自3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在喀什木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并先后夺回多个地区的控制权。苏丹支援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司令布尔汗在3月26日宣布，喀什木已经被完全解放。截至目前，持续近2年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约 2.97 万人丧生，约129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军工大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期宣布，在2024年，洛马交付超500枚爱国者3增程型防空导弹，创下年产量新纪录。洛马公司表示，2024年10月，美国陆军授予一份合约，要求洛马公司将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650枚，相较于前一年，2024年的产量提高了 30%， 并计划2025年产量再提高 20%， 预计将在今年交付600枚以上，2027年达成合约要求。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会在恰索菲亚尔发起新的反攻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